从侧面看，这个楼像是一把刀，也像是帆船，看怎么理解了。这里停了好多房车啊。晋 A， 山西太原的房车，我老乡啊。这个地方位置不错，一出来就是大海，对面是鼓浪屿。这个立交桥修得好低呀，我感觉一个涨潮就能把这桥淹了。现在我到了一个海上观景平台，建在海上的一个跨海大桥。这个上面是走汽车的，下面这个是走行人的，专门还给行人修了这么一段，距离海面只有5米，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大海。站在这个位置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双子塔的全貌。这个角度看，它是这个弧形的、扇形的，这2个塔就伫立在海边，很挺拔，很壮观。厦门的地标，高是300米。这个塔是作为办公用的，这个塔是5星级酒店，和那个写字楼。在这个58楼和55楼的时候，有观光厅，就是可以坐电梯上去观光的，票价是160，有点贵啊。花160上去，就是可以看一下整个厦门的全景，然后也可以看到对面的鼓浪屿。这个就是鼓浪屿了，值不值呢？我们看它这个顶上是什么东西，放大看一下。2个楼顶上都有这个东西，像是往上吊东西用的吗？就类似于这个吗？是这个作用吗？看一下这个大楼的，每隔一小段就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应该是避难层，就是发生火灾啊、地震啊，然后这楼上的人又跑不掉，他们就可以先躲在这个避难层。这里面有一些食物啊，有水啊，还有一些逃生的装备。因为万一发生火灾的时候，那个里面的电梯是关闭的嘛，你如果在那么高的位置，你跑楼梯是跑不下来的，然后楼顶呢你也逃生不了，所以就躲在这个避难层，等待别人就是扑火去救援你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超过100米的楼都有这个避难层，避难层不能干别的用啊，只能放食物和水储存起来。我说的对不对呀？看一下双子座的夜景，晚上灯光打开了以后还是挺漂亮的，两边有2个绿灯把这个边勾出来了。看一下对面的鼓浪屿，拉近一点看看，夜景不错啊，灯光也挺亮，和双子座来个合影啊。请乘客主动这个公交就沿着海边在走啊，一下车就是大海边，这边环境太美了，看都是在这边下车呢。看厦门这个环境多好，绿莹莹的，这种树北方没有的，只有南方才有。这个是环岛东路，就在海边呢。在这种路上开车自驾非常的爽，吹着海风，开着车，看着海景，美不美？去沙滩上看一下。哇，这边还有人扎帐篷呢。今天厦门的温度特别低，到沙滩上了，看看厦门的沙子啊，洁白细腻。那一帮子人都是一起的，全是东北的啊，没见过海，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。海边有这个快艇，那里面是游乐场吧？我也好久没看到大海了。这么冷的天，他们要下去划这个帆船啊，冷死了。
这能起来吗？哇哇哇哇！这一下就出去了，这么容易啊？这个好大的感觉。在厦门这个沙滩上玩，可以看一下海对面的金门岛。在那个方向啊，不是这个岛，这个岛的后面才是金门岛。这个岛叫做小金门岛。我们这边沙滩上有一个标语啊，宣传标语“1国2制，统一中国”，就正对着金门岛啊。据说金门岛上也有几个字对着我们啊，但是现在看不到。现在坐船也不能上岛，可以围着那个岛转一下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都关闭了。这个海上呢还有很多的岛屿，现在都归金门县管辖。那边是大弹岛、二弹岛、3、4、5弹岛。这个是猛虎屿，这个露出海平面一点点的这个是烟屿，这个小山包一样的是叫做槟榔屿。他们这边管这个很小的岛就叫做屿。厦门这边是鼓浪屿，金门这边呢就是槟榔屿啊、烟屿。这几个岛离厦门非常近啊。刚才我看了一下百度百科上面介绍，最近的呢只有 0.5 公里，也就是500米，500米的距离。这么近的距离啊，水性好一点的都可以游泳游过去。刚才沙滩上有人玩那个单人翻板的那个我看很多都接近那个岛了。我们经常开玩笑说，这么近的距离游泳都能游过去。大家说对了啊，还真有一个人游泳从对面游过来了，他就是林毅夫。很多人怀疑他当时是抱着篮球游过来的，因为他游过来不久，对面的那个岛上呢就不让卖篮球了，足球啊，甚至连乒乓球都不让卖了。但是林毅夫说他没有抱什么篮球啊，就是徒手游过来的。可见这个林毅夫的水性非常好。他游过来以后，先是去了北大读书，然后又去了美国留学，之后又回国开始搞建设了。这也是个传奇人物啊。我现在在福建厦门，这是厦门的火车站，刚下火车。火车站对面有这个高架桥啊，我本来以为这个是城市轻轨呢，像重庆那个似的。这上面重庆那个呢是有轨道，像地铁一样有车在上面跑的。结果这个不是啊，这个是城市快速公交车，就是公交车在上面跑的，全程都是高架路。因为上面是没有红绿灯的，不用等红灯，没有十字路口，所以这个公交车可以跑得很快。啊，正有一个车过去了，它的英文名叫 BRT。别的城市我也坐过这个 BRT 啊，但是其他城市 BRT 都是在这个地面上的，像厦门这边是在空中的这个高架桥上的，这个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刚来厦门啊，上去体验一下这个 BRT 快速公交，到底什么是 BRT 呢？一起上去看一看，跟地铁一样，需要买票的，1块钱。进来了，我就随便坐2站看一下。还有电梯，这个上面的风景很好啊，这个轨道上面还是挺高的。这轨道在马路的正中间嘛，所以如果你要坐这个 BRT 的话，需要从那边，从这个天桥上过来啊。看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，这里面跟地铁一样，就是下面没有轨道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地铁，这两边也是有这个门的，自动的门。在出入口就买好票了，在这里面就不用买票。我坐错方向了，我要去那边坐车。
开门。没有红绿灯，这开的确实是快。这一路上咔咔的。啊，这边的鲜花，现在都12月份了，还开的花呢。那边有个摩天轮啊。OK， 体验结束了，就是方便啊。这个高架桥距地面还是挺高的，你看这个桥墩子，怎么都得有10多米啊。好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我会在厦门待1个礼拜左右，大家看到我视频帮我点个赞啊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厦门，这是厦门中山路步行街，厦门这边最有名的步行街啊。今天人不是很多，因为不是周末呀。两边是这个老房子啊，思明电影院，这居然是个电影院呀！这边的房子还保留着以前那种感觉呀。这是南洋风格啊。这叫做骑楼，骑楼的意思就是说，它这临街的这边挑出来这么一块，就是在下面可以挡太阳，然后下雨也不会淋到。这是东南亚风格呀，就是下南洋的这批人，他们回来盖的房子都是这个风格。骑楼风格的这种房子在东南亚比较常见，还有中国的这个南方，广东、福建还有海南。因为这些地方它夏天比较多雨嘛，然后天气也很热，太阳晒嘛。还有这个的话，它就可以出来逛街呀，当地特色吧算是。他们这边吃饭的话是吃这个沙茶面、肠粉，我都吃不惯那个。还有这个海蛎煎，还有花生汤，反正好多，还有那个。就像沙县小吃里面那个一小罐一小罐的那个炖的，还有这种肉粽、姜母鸭，那边还有土笋冻，土笋冻在泉州时候特别多，那里面是虫子啊，冻的是虫子。我更吃不下了，我这人太挑食了，我的视频里面都很少有各地的美食视频啊，太吃亏了。来了这么多地方都没有品尝当地的美食，现在基本上快转完这条街了，从那边走到这边就结束了。怎么感觉这么萧条呢？是晚上人多吗？白天没什么人，那边就到大海了。从步行街过来了，这边交通很不方便的。你看这两个人横穿马路啊，他这应该是有一个中间有个通道呢，能通到这个海边来啊。对面就是鼓浪屿，从那个游轮那里绕过来的。但是外地人啊，不能坐这个游轮到对面的鼓浪屿。鼓浪屿和厦门就离得这么近，这个只有本地人能坐这个船。外地人呢要去那边，离这儿有4公里的地方，去那个游轮码头去坐船去。看看对面的鼓浪屿啊，改天我再上去啊。这2天都是阴天，我要挑一个天气好的时候上岛。这岛上面全都是小别墅啊，那边是个郑成功的雕像。本地人坐船的没有几个人。放大一点看啊，看岛上的建筑还是很美的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福建厦门，带大家看一下厦门的城市环境，非常的干净，一尘不染，整个城市生机勃勃呀，不愧是这个旅游城市，环境就是好。这是厦门的元当湖，在元当湖边上有一个厦门最贵的豪宅，就是这个
这个楼盘，在我印象中最贵的这种豪宅应该是私人别墅啊，但是厦门这边呢是这种高层住宅。这个251米高，一共是62层，平均每一层都达到了4米多。它就坐落在这个湖边，可以看到整个元当湖，然后也可以看到那个鼓浪屿，还可以看到大海。上面风景绝佳，视野绝佳。这个楼的单价已经到了16万了，最贵的一套房子6000多万啊，一般人只能看看啊，根本买不起。它为什么这么贵啊？因为它这个楼啊都是大户型，没有小户型的，最小的是400个平方。你就算1个平方10万，400个平方那都4000万了。4000万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你中双色球500万，你要连中10次，扣完税以后就是4000万。天哪，中头奖中10次才能买得起一栋这里的房子。这么贵的房子，普通人谁能买得起啊？只能像我一样坐在湖边看一看啊。但是他们有钱的人呢，其实不止这一处房子，他们买了其实也不在里面住的，都是保姆啊、司机啊、管家平时在里面住，便宜了别人了。这楼下面的环境多好，吃完饭了来这湖边散步，零距离，一出门就是公园。这个楼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点，就是不管你是住在2楼、3楼、4楼这种底层，还是住在最高层，你都可以把你的汽车直接开进去啊，因为它有一个专门的电梯，就是走汽车的。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汽车能开到家里去啊，这也算是全国首创吧。这是它的侧面，从这侧面看得清楚，它这个每一栋楼之间都是错开的，保证它的采光，这样谁也不挡着谁。你看它这个地方，每一层还有这个空着的地方，这是干嘛的呢？感觉从上一层就能跳到下一层去。这个地方应该是游泳池啊，这个地方，这一边是镂空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谁能解释一下？现在我到了这个楼的后面了，从后面看一下，这个围挡之类的还没有拆呢，正在装修。你看它下面这几层，每一层里面都有种的很多树啊，花花草草的。拉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空中花园，在房间里就可以有这种森林的感觉。它这个楼层整体已经竣工了，目前还没有入住呢，因为还没有装修好。听说已经都卖完了，就是你要进去看房的话，你得出示你的那个资产证明，银行存款得2000万以上，不然的话你连进去看的资格都没有。它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，旁边这个楼就是整个福建第1高楼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福建厦门，这是厦门的地铁1号线店前站。它这个1号线有一个特点，它有一段路是在海面上行驶的，就是跨海的，在别的城市没有。这段路还是比较美的，进去体验一下。厦门现在有2条地铁线，红色的是1号线，绿色的是2号线。这个2号线去年刚开通啊。从这个厦门岛内到岛外2条线都可以去，这2条线都有跨海的。这个地方是跨海的，这个地方是跨海的，但是2号线这个跨海的是海底隧道，1号线这个是在桥上面，就是跨海大桥上面，在这个坐1号线可以看到大海，就是从高崎站坐到集美学村站，其实这里到园博苑也能看到大海，我就坐这2段吧。这个是票，车来了。人不是很多，今天礼拜6啊，从地下钻出来了。对面那个是厦门大桥，海水是碧绿色的呀，这里海水没有被污染。
看一下那边，那边是杏林大桥，这下面也走汽车的，这下面行人也可以走这个桥，从这里就去的岛外了。他们这边是说岛内和岛外。 就跟我们那边说城里和城外似的，这边并排的有3个桥啊，然后这河边还有小渔船。哦，这么快就到了，到岛外了，出岛了。厦门的这个房顶很多都是红色的，红房子，比较美。 到了，到站了，到了集美学村，不要下车，再坐一站，可以看到园博园啊。还有一段跨海大桥呢。很多人住在这个集美村啊，因为那边是一个城中村，房租很便宜。园博园到了。 厦门大学，福建最好的大学，现在疫情期间不让进啊，门口有很多人，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旅游的地方了，就别进去打扰学生学习了。我在网上找了一段关于这个解说，很精彩的解说，然后我拍个画面啊，航拍一下，配上他的声音，大家看一下。这4个字认识吧？厦门大学。那你仔细看。 4个字写出了3个，学习的学，上面没有宝盖头；厦门的门里面没有一点，厦门的厦字上面多了一点，看到了吧？这4个字写出了3个，为什么还能够放在厦门大学的大门上？其实这是一种繁体字简写之后的效果。鲁迅写字写的是什么？写的是蝇头草书，这4个字就是鲁迅写的。厦门的厦多了一点，告诉我们要多一点包容。 多一点耐心，才能够把学习学好。门字你看少了一点，它就像一个晚辈在给一个长辈鞠躬，告诉我们要懂得尊师重道。学习的学没有宝盖头，告诉我们学无止境，学习要跨越。所以这4个字写的特别的好，虽然说写错了，但是也是非常棒的。那这4个字呢，并不是鲁迅亲自为厦门大学题写的，当时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的时候，跟他的 爱人许广平是2地分居的，他非常思念自己的爱人，经常写信，是吧？4个月写了80多封的情书。这情书当中呢，有4个字“厦门大学”，后来被我们临摹出来，放在了厦门大学的大门上。啊，这个4个字的来历就是这样的。都知道厦门大学是我们中国的名校，是吧？但是为什么要创办厦门大学？我们有北大有清华，不要厦大不行吗？当时在整个闽南地区，可以说没有一所大学。 那么是谁办的？陈嘉庚，他之前是办了集美学校，那后来因为他到国外去访问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调查，发现欧美人士95%以上都能够读书认字，小小的日本75%以上的人能够读书认字，而我们10个人当中有1个人能够认识字，这种教育是肯定不行的。要是教育不行，实业不兴，实业不兴则国不强，所以他觉得有集美学校还不够，一定要再创办一所大学。 叫厦门大学，所以在1919年，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了。像这个黄炎培蔡元培汪精卫、陈嘉庚都是里面的这个筹备委员会当中的一员。但是厦门大学的位置为什么建在这里？对面就是大海。我们这个大海呢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厦门是一个这个天然的贸易良港。早在很多年之前，就有很多外国的商船从海面上往来。这里以前也是郑成功的洋务厂。 它本来就有爱国情怀的这种存在，所以位置建在这里很合适，离海边又近。外国的商船在海面上来往的时候，就能够看到，哇，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有一所这么漂亮的大学，这才是真正的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既然它是陈嘉庚建的，它为什么不叫嘉庚大学，要叫厦门大学，是吧？如果是我办的，我可能叫这个什么什么大学，但他没有，这就体现出陈嘉庚老先生是一个特别有胸怀的人，他对自己的家乡的建设是特别 用心的啊，亲资办学，宁愿卖掉大厦，也要保护厦大。
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福建厦门，在厦门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这里山海步道。这山海步道是建在这个森林里面的，它是悬空的，好高啊！站在这上面还有点头晕啊，往下看。这个步道是干嘛用的呢？它就是让人散步的，就是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。在这个森林里面盘旋了好长呀，20多公里呢，螺旋的上来啊。这个步道的作用就是让你在森林里面散步，放松身心，边散步边看着城市美景。哇，太壮观了！厦门这个步道好高啊，感觉可以治愈你的恐高症。看看这个距下面的地面多高。前2天我刚去了福州那个步道，那个也是悬空的。福州那个步道，它这个地面是那个空的，像这样铁丝网一样，你可以看到下面，那个更刺激啊。它们都是这个钢结构的，钢材做的。这边有一个步道的简介，哇，这个步道一共是23公里啊，好长的。它是横穿整个厦门岛，从这个西海岸一直穿到东海岸去，沿途的把这么多山都连起来了，还有很多这个江河。我现在是在这个位置，我要走到这边去，走一半的路啊，一半路也有10来公里了，要穿过仙岳山，穿过虎尾山，最后到达这个地方邮轮港口，这里是坐船去鼓浪屿的地方。这个步道挺好玩的，这边有一个玻璃栈道啊，过去看一下。我之前走过很多次这个玻璃栈道，哇塞，这个不怎么高，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走的话，还是有点害怕的。我之前走过很多次了，但是这个也有10来米吧。这里风景也很棒啊，那里是个体育场，那里还有湖，再往那边这个湖就流到大海了。那边有2个很高的楼，那个是厦门第1高楼。如果把这个也改成玻璃的就好了，在这个可以一边改成玻璃的，一边还保留着这样的，那就刺激了啊！沿着步道一直走呢，就到了山顶了。在山顶看一下厦门的全景，四周围都是大海环绕。看下面的房子啊，很多都是红色的房顶。闽南他们这边喜欢红色，红色代表着吉祥好运。这边就是机场啊，在那边改天我去拍一下飞机起飞和降落。这机场就在市区呢。住在这边的人好幸福啊，离大海离那个山这么近，环境这么好，在步道上拍飞机降落，正在这飞呢，好清楚啊，看的，在这市区的顶上，在这儿拿个单反拍就好了，拍得清楚一点。我现在在福建厦门，来厦门很多天了，在这边发现2个蛋糕店，特别火爆，不管什么时候去，都有人排队。一起看一下，这里有个卖蛋糕的店，丹香蛋糕店，排队的人很多。这么晚了，还有这么多人排队，特别香啊！它这个做的太慢了，这么多人等的。这个红豆的比较好吃，芋头的也好吃。在这里现烤的只有1个炉子，一次只能烤这么多，所以这个人先买的单在这里排队。现烤蛋糕。我这2天路过很多次了，每次路过门口都是这么多人，太火了。
旁边这些店看着这么多人排队，是什么心理感受啊？旁边这些店都没有人排队的。离那个蛋糕店不远，这边还有一个蛋糕店。哇塞，这个排的队排得更长，看一下，从这里啊排到那里去。现在都晚上这么晚了，还有这么多人排队。这个叫思北特香包，我在这里已经闻到这个面包的香味了，真的是特别香。我现在离那里有10米左右吧。它是怎么做的这蛋糕呢？怎么这么香呢？这香气四溢，怪不得能吸引这么多人排队。到跟前看一下啊。啊，真的好香啊！哦，他们排队都在等这个大面包呢。大面包好香啊！这么大一个，几个人吃啊？这2家店的位置都不错，都是在十字路口，人流比较多一点。后面又排了这么多人啊！上一炉我没有等到，这次我排队挺靠前的，这次就能买到了。刚出炉的啊，热乎乎的，好香的，在这个门口闻的特别香。看一摞一摞的出来，一次等半个小时啊，一锅是30分钟啊，卖完一锅又等30分钟，好不容易买到了。回到房间了，看一下这个特香包啊，看看它到底好在哪里，那么多人去排队。刚才我回来的路上已经咬着给它吃了好几口了，好大一个，很蓬松啊，很有弹性，特别的香。尝一下啊，这一个是11块钱，这里面没有馅儿的，就是纯面包，但是很香，好吃。要是再来点榨菜就更好了。在厦门大学旁边就是南普陀寺，游览完厦大，直接去南普陀寺看一下。这个南普陀寺跟浙江舟山那个普陀寺都是供奉的观音菩萨，因为它在浙江的南边，所以叫南普陀寺。我已经预约好了，进去看一下啊。进来了，这里平时人不多，周末的话要提前预约啊。这南普陀的素菜比较有名，这里面环境很好的。前面有个大池塘，这个是放生池。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厦门的双子塔，这是厦门的地标，迪拜的设计师设计的啊，像一个帆船一样，很美。放生池里面好多乌龟啊，都在这铁栅栏上晒太阳呢。今天难得的太阳。最近我参观了很多寺庙啊，白马寺啊、少林寺啊，还有泉州的开元寺，对这个寺庙的整体布局也有一点点了解。最开始这个就是天王殿，天王殿供奉的是弥勒佛，还有4大天王，背后是韦陀。这个南普陀寺的天王殿正在维修呢，去不了。天王殿进来就是大雄宝殿，宝相庄严。大雄宝殿里面供奉的是释迦牟尼，但是因为普陀寺它是观音菩萨的主场，所以释迦牟尼的下面有一个千手观音，里面不让拍照啊，只能在这里看一下。千手观音啊，这里面好多旅行团的，但是这些导游都胡说八道啊，给乱讲。刚才我看有个人坐在地上嘛，累了，走累了，坐地上了。那个导游讲，赶紧起来，不能在这里坐，说这里面只有佛祖才可以坐，普通人是不能坐的。这一派胡言啊！刚才又听那个导游讲，一生要带3个手镯，怎么一个手镯这样，一个手镯那样？听他这样说，我就知道他要卖手镯给这些游客了。这边是18罗汉。
从大雄宝殿出来，这个院子叫大悲殿，这里面供奉的是观音菩萨。这个大悲殿是施琅建的，施琅是康熙年间嘛，康熙派他去收复台湾，收复了以后，施琅班师回朝啊，就在厦门这边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就梦到菩萨了，菩萨就跟他说：“你现在的这个海上位置啊，叫做慧日，是一个很吉利的地方。”第二天，他就去来这个寺庙来拜菩萨嘛，正好接待他的这个和尚就叫做慧日，他就认为菩萨显灵了，然后他就修了这个大悲殿。这个大悲殿有4个门，前后左右各一个啊，里面供奉的4尊佛像都是观音菩萨。正门的这个观音菩萨是双手的，其他3个菩萨都是48只手啊，千手观音，每只手都拿一个不同的法器，造型特别的美啊。因为里面是不让拍照的，所以我只能在这里给大家描述一下。寺院的最后一个建筑就是藏经阁，修的特别高大雄伟啊。里面藏的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是这边的镇寺之宝，血书的啊，血写的。然后这边是方丈室，藏经阁的后面是一座山峰啊，爬到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寺庙的情况，还有厦门大学。现在去山上看一下。五老峰，从这里上去，好几个大石头，这边有摩崖石刻。这是洗心池，洗心阁面啊，放下屠刀，有个很大的佛字。心即是佛，修佛即是修心。现在是疫情期间，这个五老峰山顶不开放，上不去了啊。在这里拜一拜佛，就可以原路返回了。阿弥陀佛。参观完了，这个寺庙里面很多信徒，很多磕头的，环境也很好。但是有个问题挺困扰我的，就是这个佛像为什么不让拍照呢？很多人说你拍照就是不尊敬佛祖，不至于吧？我拍个照就不尊敬佛祖了？这种说法比较牵强附会吧，没有太强的说服力。而且有的寺庙让拍照，有的寺庙不让拍。你像我去的白马寺，全国第1个寺庙，人家就可以拍的，随便拍，没有人管，而且也没有写的什么禁止拍照之类的话语啊。但是这个寺庙就到处都是写的禁止拍照啊，禁止那个摄像啊，谁能给个合理的解释呀？